我能理解到这个点。然后我们继续往前啊，就是我想聊一下第三个话题。然后第三个话题是说，哎，你这个异国恋对吧？从可能13到18年你们领证这样子，差不多5年的时间，它是一个怎样的感受？然后第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是说，你们当时是怎么去克服这种时间和空间上的障碍的？我觉得还是很难的。我觉得恋爱不像友情，我们视频一下就可以了，对吧？还是有这种物理的这种线下的这种接触会很重要。你们当时是怎么克服这种时间空间上的障碍的？嗯，还是看你，我觉得就是你把恋爱看作什么，你需要这个人给你什么，包括我觉得这个能不能坚持跟这两个人的内核稳不稳定有极大的关系吧。就说，你很需要所谓的，我觉得恋爱的排他性可能是，只跟友情相比哦，就他的恋爱的排他性是非常严重的嘛，对吗？你亲情你可以养两个小孩，你要求他们都爱你，你也可以同样的同等的爱他们两个。友情就更不用说，你可以爱很多人，关心很多人。对，爱情就好像是你唯一能把握住的，就是你把他作为最重要，他把你作为最重要，就是你把他作为第一顺位的一个事情。嗯嗯，这个时候就是说你两个人对这个爱情，就是说你要的东西是不是这个人能给，包括你当这个人在各方面不能给到你任何支撑的时候，你自己可不可以？然后这就是你内核稳不稳定嘛。当然你说3-5天不联系，这个肯定是不会，我们每天都会联系，但是，也不会就是件件事情都去分享，并且要求对方件件事情都立刻的回应。就你如嗯果把你的爱人或者伴侣作为你所有情绪的必须的第一支撑人的话，我觉得这个大家对大家互相的束缚都和要求都还是比较多的。了解，就就是我是也可以有我的喜怒哀乐，也可以分享给朋友，对吧？我嗯很重要的事情，我也可以跟你商量，也可以跟家人商量。那当然也有只属于我们两个人自己彼此可以去分担的东西，一定要有。但是只是说，你是不是注意力只给到这个人？就你唯了解，一信任的人是不是只有这个人？你如果就是很依赖、很需要，比方说你很需要这种物理接触的这种你在谈恋爱里面形成的恋爱关系这种方式的话，那异地恋确实你也很难谈下去。然后包括对方互相，特别我刚才也提到了，就另外一个人他反而在异地，他需要的支撑可能也很多。那对你给他，你再爱他，你能给到他的那些东西也会比就是鞭长莫及嘛。对对，那如果他在异国他乡也有这样的同样一个寂寞的灵魂产生的碰撞，他能不能守住这样的诱惑，也是一个考验。所以我觉得这对双方都是很大的考验。再加上异地恋，大家都有这些过往的经历，大家都有各种朋友的故事，对吧？你本意上你就会认为这是一个很难坚持的东西。对那你对，如果对方共同都有目标，像我们俩基本上就是说，你对对方的一些品质有一些基本的认可以后，你就是奔着你们俩最终会即将总归会要结束这个时间走在一起，你抱着这个最终的这个信念的话，就是可以走下去的。同时，互相都在自己的工作学习上都可以自己来处理吧，也就是说特别依赖彼此，或者说这种物理上要给到的支撑就会少一点。是是那这是，种这种目标如果一致的话，我觉得5年也好10年也好，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吧。就相当于我本人还是再加上，因为我老公以前没有谈过恋爱吧。其实我虽然说谈过几次恋爱，我一直觉得感情的投入还是很珍贵的，就不要随便去挥霍一个第一次谈恋爱的人的感情，就是你把它当做一个很珍惜的东西。
就有时候走不下去，再试一下，因为他是一个，他可能第一次这样就是毫无保留的去付出，而且我觉得人爱人的能力就是会随着你遇到分开的人越来越多，我觉得这个能力会减弱的。因为有很多过往的经历会让你产生这种比较、猜忌，或者是用一些过往的经历来指导你现在的行为，或者以前可能是更这样，现在就变成完全相反的方向。但对另外一个人又适不适用呢？这可能又有一些新的调试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能量是在减弱的。那一个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第一次谈恋爱的人，我相信他应该就是更容易给到你毫无保留的一种付出，我觉得这种感情是非常珍贵的。就是我一直都在呼吁我周围的朋友，就是如果你是这样的感情的话，我都是希望他们坚持下去的。对，我同意你讲的。那这种坚持里面，就是会少掉非常多的，有没有前任，然后有没有联系，然后有没有你跟谁比，然后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女生，都会，包括女生男生吧，我觉得都会有这样的比较或者是猜疑，那这个对感情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嘛，对吧？所以你要是有那种时于微时的感情，我觉得都是很美好的，都是很需要去花力气去保护好它的。这个东西，你等失去了以后，你再去想，可能都不对的吧？是我同意。不是说你分开了就不会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啊。当然，如果你的第一次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体验，你当然是需要去再去换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话，我周围也有很多这样的都在一起的例子。我觉得大家一定会有辛苦的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结果都是好的，而且也比很多兜兜转转最后在一起会好。当然，这个异地恋我觉得最重要，一个是双方的这个内核要比较稳定，第二个就是你双方的目标都要比较一致吧，就是对未来的这个规划或者是想法。当然，我觉得女生也特别在乎，就是你的未来里没有他的话，他为什么要跟你去做这样的坚持呢？因为这个过程还是非常辛苦的。对，你说的对，我同意。就是读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是吧？就很多事情，很多事情你在那个身处其中的时候，你觉得，对吧？你觉得哎，这种每天视频啊，干嘛呀？你觉得浪费时间？你觉得耽误你学习，耽误你健身，种种事情。然后等到很多年，的若干年以后，你回过头来想，你会觉得有些事情就像我们讲刻舟求剑一样，就生命之河往前流，你在那个地方掉了一个斧子，然后当你顺流而下往前走的时候，你，对吧？你的船就算变得越来越大，变得金碧辉煌，你从一个木头斧子变成一个金的、银的、铂金的斧子，你都没有办法再回到那个地方把你原先的斧子捞起来了。这个话题我不想再聊，我们继续往下吧。就是说，那个，那刚才讲的是这个时间空间上的障碍，就是我现在想问的，其实你某种意义上你刚刚已经答了，就是一个信任感的问题，对吧？就是我看到一些朋友，对吧？嗯，他们的恋爱关系我不好评价，但是就是他们可能对彼此，比如说，哎，我要看你手机，我要干嘛，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你想他们在每天都见面，还有这种信任感的问题，更不用说异国这种时间空间，你觉得这种信任感的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就我始终缺乏信任。我觉得信任感的问题就无非就在于你怎么识人了。如果你认为你看到这个人的本质，那不管别人说什么，对吧？那你都是认定某一种本质，就是你从认定人的本质这件事情上，你觉得你能有这个自信，我就能看到他是怎么一种人。
那我去无条件的相信他，因为我觉得感情出现裂缝很容易就是因为猜忌嘛，然后你信任我不信任你，或者说你认为是这样，我其实不是这样的。对，或者说我去主动的欺骗，或者是用一些手段被对方发现。第一对，个就是说，我觉得很需要坦诚的一点就是，我跟我老公基本上生活中任何事情都是能聊的。就是你先要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没有什么是我能禁止他，或者他能禁止我的。我觉得大家都是单独的个体。你给一个人立的一些所谓的规矩越多，我觉得他越欺骗你的概率也越大。就是你先以一个不信任的前提给他立了一堆规矩，要求他怎么怎么样，并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也就是你所谓的让他做了一堆他都不愿意做的事情。那他当然他在所谓的敷衍你的程度上，他做一些的欺骗，然后你因为这些欺骗，然后埋藏在你心里，然后你就因小见大，然后产生更多的这些戏缝，都是很容易的事情，对吧？那如果你们俩就是能彼此的开放，任何事情都是能聊，就是能聊，并且我觉得一个关系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尊重吧，不管是男生要尊重女生，所谓尊重是真正的尊重，就他做什么事情，你可以能觉得他这个事情不好或者怎么样，但他是一个个体啊，他要尊重他自己的，你要尊重他的行为啊。当然你觉得不好的话，你可以跟他聊他的想法，他为什么这么做，他想怎么样，这个东西有没有改变的空间或怎么样，你更多的是，如果你希望他改变，我希望这种改变都是他自己自发的行为，而不是说因为谁要听谁的。有那种改变，实际上它不是真正的嘛，对吗？对，对，我同意。那基我觉得于你什么都能聊的这个前提，我相信这个信任感就是能建立的呀。就他能把他本质的想法都告诉你啊，这样不就有信任感了吗？还是沟通，其实说到底还是沟通，就是两个人对要有能够充分的、坦诚的、真诚的这种沟通，然后这种对啊，信任感才能慢慢建立起来。但我们虽然说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但很多做不到，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也经常会跟一些吵了架的朋友聊天，还是这个，就是出发点就是在于你觉得你不能真诚的沟通，是因为两方或者是某一方经常有一些比较就是强制性的一些对对方的一些要求，这些要求实际上是对方是并不愿意去承受的。那这种情况下，他就会觉得说啊，那你以前就是怎么怎么样的，我跟你说了也没有什么用，你还是会这样这样，所以我就不跟你讲，或者说我用欺骗你的方式怎么样，然后你怎么去沟通呢？如果你认为沟通，你就事先的，你就通过过往的经验判断的这个沟通是无效的，对吗？就是你感觉你看不到这个人的心底，他也不愿意去信任的跟你说什么都是能聊的，并且双方都能期待聊的结果。你如果有一方就是不期待这个结果，我就会认为这个沟通是无意义的。你所谓的这种多沟通，我觉得也不会有什么真正好的效果吧。对，我觉得这一点上，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女生可能往往沟通更积极一点，但男生有时候就比较僵硬、死板，或者思维更僵化一点，没有办法很好的去采纳这些意见，或者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聆听这些反馈。然后女生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失望吧，就会觉得说，啊，我跟你讲了，你也不听，然后你不在乎我，然后诸如此类的东西，然后对，然后那个就是我跟你讲了，你也不听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很值得去剖析的。对对对，其实应该你的感受是跟你讲的不听，有没有去想一下哪些事情是源自于，比方说对方的性格，他就是性格上不认同，有的就是原则上就是不认同的，有的就是可认同可不认同，可能改变的。你可能更多的要去探究一下，可能就是这个那个男生跟你讲的不的问题，我听的原觉得可因是什么。能就是男生的问题，比如说女生说，哎，我们
我不喜欢你的头像，你换个头像吧。其实现在想起来是一个很小的事情。然后男生可能就不，我不要换其实头像。在我看来，你为什么你不喜欢他就要换呢？这就是我认为这个问题并不在于男生的问题，而在于这个女生为什么要提出我不喜欢你就要换呢？头像是代表她个人喜好和个人对外输出形象的一个标志吧，这个更代表她个人。如果说你不喜欢他就要换，那不就代表你要去占有他对外输出形象的一个自主权吗？你有这样的权利吗？所以你不觉得这个问题反过来的本质还是你有没有真正的尊重这个人吗？所以这个题目在我这里不会发也许吧。生。好吧，好吧，就是可能我以前就是我不换，我就是不换。我现在会想啊，这个事情小事情没有关系，换就换吧。就是，我想法，反正我想法这一两年发生一些变化。然后在这个话题下的，对，在这个话题下最后一个小问题就是说，你觉得这个异国恋，可能我刚才也聊到了，最大的挑战跟最值得坚持的是什么？最大挑战你可能刚才已经提了很多了。挑战是非常多的，时间、空间各种诱惑，对吧？这对个对方对对方的这种沟通，因为你不在他当下的情况，你可能没有办法理解他的一些事情，对吧？对对。所以挑战确实是非常多，成功的一定是概率是小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认定这个人有走下去必要，我觉得这种坚持也是有意义的嘛，对吧？这个信念从哪个地方来？就是这种坚持的信念从哪个地方来？信念就是你们俩都认定彼此啊，就这个认定是你跟对方都要互相认定。我觉得任何一方比较动摇的话，另外一方都可能觉得很难坚持，所以这双向其实奔赴是很难。是吧？对啊，就是你觉得那种苦苦的要支撑自己一个人，然后对方在外面就是花天酒地不给你承诺，你觉得你能坚持吗？也很难的，对吧？它一定是一个相互都能认定的一个过程。就任何一方这一方没有这么坚定的话，就确实是很难坚持。对，所以那这个坚持的目的或者意义就是这份感情，对吗？好像你当做两个人只是在不同的空间都在朝同一个目标努力的时候，你不太觉得他很苦，或者不太觉得他需要坚持，就是他变成你一种习惯，你知道这个人就是在陪伴着你。可能我们每天，实际上我也一直跟我老公说，我说谈恋爱的成本还是非常低的，他只用早晚给我打个电话就可以了。就也不用24小时给我时间成本也是成本啊，时间成本也是成本啊。不是有很多种恋爱，它需要你限制你的，比方说你的时间大部分都要去回应这个人，或者是跟他彼此要有很强的这种沟通的连接和时间。或者有很多人认为说你工作忙你不陪我怎么样？就说，嗯，我觉得工作这件事情一定要工作或者学习，特别是某一些比较关键的时候，就是要集中大量精力，不要分心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彼此一定要支持的。就你嗯，朝着两个人是共同利益共同体的情况下，他的好也是你的好这种角度的话，我觉得不是说，你让这个人一年不联系你或者怎么样，比方他有段时间就是集中的要做些什么事情，我觉得你更多的就是要体谅他，就是要给他这样的时间空间，让他能集中精力做自己的事情。就相是反的，就是互相的这个支持一定要有的。是，比如说我先读个博，好像是吧？对，其实那个时候，反正我也跟你讲过吧，就是我当时研究生毕业选择回上海工作的时候，他有跟我讲说，如果就是我俩在一起，他就不要读这个书，然后他就回上海，这样我们俩就天天在一起。如果我不答应他的话，他也没什么更好的方向，他就选择在英国读个博。我认为这个选择不应该取决于我，对吧？就即便他那个当下是这样想的，但是我不认为我有左右人家读不读书的这个权利啊。
如果他觉得他有这个对学术的兴趣也好，或者是为了以后更好的生活也好，或者是怎么样，那是他的决定，他不应该取决于我答不答应他这件事情那么重要。可能那个时候当下的他是恋爱脑，但我不是吧？我觉得这个决定一定是他自己想好，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拒绝他了。就他应该去，所以他就没有回国，他就继续留下读书了。我就在上海自己一个人找工作上班嘛。但这个不影响，这是两件事情啊。就后来的选择，就是即便我还是选择了跟他在一起，那这个异地恋的这个结果是我该承受的，而不是说我因为要跟他在一起，所以我要求他回来不要去读这个书。我觉得我没有权利做这样的事情。只要这个人真正的就说我俩都彼此坚定，最终会在一起的，这个只是一个过程的话，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难坚持吧。就是你知道这个人只是陪伴你，只是他不在你身边陪伴你，然后你又能给到自己足够的这种支撑的话，就没有那么难，没有那么难的，还是有很多人，还是很难。早起早睡是不是很简单，对吧？听起来很简单，有多少人能做到早起早睡的，是不是？但是早起早睡习惯了的人就会很容易早起早睡啊，对吗？习惯了一国的人可能也就觉得还好了吧。对啊。就觉得还好啊，就跟健身也好，练字也好，坚持任何的爱好，当你习惯了，它就是一种习惯。你好像再去谈你怎么样克服这种困难，怎么样习惯，好像只有刚开始是难的，后来就还好。对，然后第四个问题的话是第四个主题是说，哎，你当时选择结婚，对吧？离职，然后前往那个哥哥在的那个国家，然后这是一个怎样的心路历程，对吧？然后一个具体的问题，